这两天我去参加了 Wilson 学校啊，他们老师特地组织了又是一场针对家长的会议，而这次的会议很有意思。我也看了那个 agenda， 我也很感兴趣啊。首先是讲到了学校的一些校服的规范政策，没错，还有关于吸电子烟，还有是 drugs 的这样一个回答家长的这个疑问，学校的态度，对吧？是的，还有 Q&A。那次会议我去了，我完全没有跟你讲发生了什么，就想留着我们来做一次节目，让你来和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进行一个比对。我也蛮好奇的。我获得一个最大的心理感受就是老师和校长对学生的关心，而且是一种细致入微的关心。我想来说啊，他组织的形式特别有意思，可能有一定的中国的家长啊，或者当地华人的家长，他把这个组织首先是放成那种圆桌，你知道吗？我看你照片拍出来，你说今天吃圆桌，就像我们中国喝喜酒那种圆桌，一桌一桌的。对，照例门口放上了一些早餐的餐点和咖啡和茶。那这回呢，就把社交的时间缩短了一点，很快过了大概5分钟10分钟就开始了。所以校长上来就开玩笑，他说：“你看啊，我有请你们吃东西，所以待会儿我要和你们一起互动，你们就你们就要 pay back 啊，就要吃人嘴短，吃人嘴短。”他主要讲的呢，实际上是讲了3点了。第一点呢，他讲的是要穿校服，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那在中国，以前老师和学校也有强调过吗？你可以回忆一下中国是什么样的。我想先问你，比如说在中国，如果老师和校长要讲这一点，他会怎么样来讲？肯定是要讲了，穿校服是为了艰苦朴素嘛，大家不要搞特殊化，让同学们之间不要攀比，学校是用心良苦，就会说一些发现的现状，最后是请求家长要配合。那他会去和家长互动吗？或者还会讲一些其他吗？不会啊，肯定是昏昏欲睡的一言堂啊，都要结合一些红色教育啊，告诉我们说，革命先烈的艰苦朴素一定不能忘本啊，学校又是如何的用心良苦，希望家长这个配合。家长听更多的是告诉大家穿校服的重要性，而不是说你们一定要配合我，让学生一定要穿着来。他拿球队、排球队啊、篮球队啊那种明星组成的足球队那些照片给我们看，说如果穿了校服，那么大家就会知道这些学生叫 come prepared， 而且呢，你会愿意为了投入到接下来集体互相关心、互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集体生活来投入，你会愿意马上就投入到集体中来。所以说穿校服它有一个仪式感、形式感很重要。对的，所以呢，学校会去强调。他还很细心和关心呢，体现在什么地方啊？他还拿了一张网上的大概中国的那种你知道那种运动的垂下来的那种校服，学生在那边做眼保健操的那图片。他说：“所幸啊，你看我们不是那么难看的校服。”他说：“所以请大家要穿好校服。”就这么一个小的事情，他是这么来讲的。第二点，他强调了使用手机。学校也推出了一个政策叫 Bell to Bell No Cell， 就从早上8点15到晚上3点10分上学和放学的这2个 bell 之间，希望大家不要用手机。OK， 好，我同样因为我没有跟你讲过，你可以用你的大模型来推测一下，如果是在中国我们原先念过的学校，老师和校长会怎么来讲这个问题，不能用手机。肯定就会说现在大家偷偷用手机的现象是如何的猖獗啊，学生们的是如何相互影响啊，学风败坏啊，你们这些做家长的怎么会让学生要带，已经3令5申说了，你们怎么会不带？是这样。那他会说手机哪里不好，他会讲哪些点呢？手机哪里不好，他会说相互攀比啊。还有呢？相互攀比啊，那我能想到就这点吧，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语术就是这样子啊。我想其实很多家长会反映出一种担心啊，就是说手机对学生的眼睛不好。你是说在中国的家长？对，他这里这些点都没有提到。他的展开是这样的，他说你看在澳洲、英国还有号称最自由的美国啊，他说很多州都开始立法，在上课的时候不允许学生使用手机。他首先告诉我们一个现状，同时呢，他的落脚点是在什么地方呢？他说啊，哪怕有很多学生也向他们反映说，他们如果不用手机以后，有更多的时间跟朋友去聊天，在下课的时候去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且他还推荐我们去看一本书叫 The Anxious Generation 啊，他说有研究表明啊，这一代人慢慢因为使用手机会变得更加焦虑，因为他们投入到更多的社交应用当中。那在海外很多地方都限制12或者是13
13岁以上才可以去使用社交软件。OK， 他甚至于回顾说，可能在60年代、70年代，16、17岁的学生都是到处吸烟的，成人吸烟也很多，所以他觉得手机有一点像现在的当今的一种电子的香烟。所以这个时候家长我想听了应该会感觉他讲的很有道理，全程也没有说是会伤害眼睛啊怎么样。对，它不像中国那种可能直接先告诉你手机有怎样的危害，而且它是反其道而行之告诉你，如果你不用手机的学生在学校里面会有更多的 social 对吗？ networking 的时间，是的 time spent with friends。对的，他就会把目的讲得很清楚，是从关心学生的角度来讲这个目的的。还有一点，领导力啊，还有一点体现关心的。他说，当然啊，如果学生他有紧急的事情，那他可以去他的 locker 里去联系，去拿出手机联系自己的家人。他也没说不能带，他说 no cell 是指大家把它锁在自己的 locker 就好了，这是他的推荐。OK， 所以没有那种强制啊，或者一刀切啊，一定要怎么样啊，不考虑任何的特殊情况。他讲的这些都有考虑到，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怎么办，就想得很细。中国的话，你带手机肯定就直接老师给没收了嘛，把家长叫到学校去，先批评家长，以后再把手机交还给家长，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嘛。对，所以我觉得他是那种温柔的方式。那第三一个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哈，他说drinking、vaping， 还有就是 drug 的这个问题。他首先告诉我们，他在管理层面上，整个集团本来是有一些管理规范的，那现在呢在重新 review 和制定更加严格的规范，而且呢他还为了让大家放心，他说因为学校是没有任何 evidence 发现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他因为包在另外2个好像不那么严重的问题，校服、手机里边，其实家长还是有些担心的。对，我以为是学校发现了这种什么个例，违品或者是 drug 的这个事情，是吧？所以另外一个校长他看大家可能有这样的顾虑，他说我已经在这里工作9年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没有看到过一例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家长又开始鼓掌了，说明他的及时救场是很好的。而且讲到这个，2个校长都来了，一个站在前面，一个站在后面观察大家，及时的互相补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是，这种也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我觉得这边的校长跟我们中国的校长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校长你感觉他就是神在上面的这边的校长他们就本质上就是老师，他们更是一个人，就感觉离你是很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我们叫 Parent Teacher Committee 的 meeting 是跟2个校长，我们是小学部跟总的校长一起开会嘛。是我当时就跟其他的那个家长开玩笑，我说这个不应该叫Parent Teacher Committee， 应该叫 Parent Principal Committee PPC。其他家长就对着我就笑了，他说那个 Principal 不也就是 Teacher 吗？为什么你觉得 Principal 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一群人呢？对啊。那我说，那像在中国，因为我们孩子回来说的嘛，他说他在这边国际上最惊讶的关于老师跟校长的关系，就是这边的校长平时会巡视教室，看到班主任就会亲切的进行交谈。他说以前他们班级的班主任如果看到了校长进来，那是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毕恭毕敬，根本就不可能哈拉。他说你是不知道，他说他们2个人竟然是站着聊了半个小时，而且是边聊边笑。所以我真的是感觉是人啊，不是神啊。没错，最重要的我是可以感到学校是希望家长能够参与进来，和学校一起去建设 community，把规范啊、新的要求把它给落实下去的。所以我最后我也去跟校长哈拉了一下，是吗？我说我很 appreciate 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很棒。不像原先我们更多的只是 celebrating 啦、playing 啦。或者来颁奖啊，那你这样的话组织家长对一些专项的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大家是有互动的，目的也是很清晰的，并且深入到各个可能发生的细节和紧急的情况，能够真正的关心小孩。我觉得我们对此我是表达了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赞赏，挺好的呀。我也去和校长做了一个反馈，这就是我观察到这一回一个简单的信息沟通的家长会在这边情况。当然你对中国情况也做了一些补充。我觉得你这个挺好的啊，你倒也没有觉得自己是拍马屁，因为这种行为在中国肯定会认为是拍马屁嘛。但我觉得以我们自己在职场的经验来说的话，就别人做对了什么事情的话，你给他一个积极的肯定，正向的反馈，其实是会激励他继续去做这些正确的事情。所以给他反馈也是我们家长很重要的一部分嘛。是，对，我就想要给予校长反馈。当然我也提醒他说，最后大家的提问就散得很广了，有些人对运动会其他东西也会有一些意见。我建议他未来如果做一些
反馈可以先设置好这些主题，大家讨论完以后做更加集中的讨论不然时间拖得太长也漫无目的。 OK，挺好的。当然大家会说了，你这是国际学校嘛，毕竟中国人的观念里面，那这就你就成了付钱的甲方，学校是成了乙方，乙方提供这些服务都是应该的嘛。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别人做得好的，我还是把它突出来，大家会看到，还是值得学习。从善如流，从善如流。OK，好。